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当一回侦探，调查一桩自然史上最大也最扑朔迷离的悬案。这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历史故事哦，这更像是一场跨越了数万年的犯罪调查。我们要一起追查的是地球上第一次由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引发的一场大灭绝。你能想象吗？我们的地球曾经是一个属于巨兽的世界，到处都是庞然大物，然后就在地质学意义上的一眨眼功夫，真的就是一瞬间，它们就全都消失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谁才是幕后黑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开的谜。好了，作为侦探，咱们调查的第一步当然是重返案发现场。来，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看看史前的澳洲和美洲那个早已失落的巨兽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先来到45000年前的澳洲，哇，那简直就像是走进了电影《阿凡达》里的世界。这里有2米高、体重200公斤的巨型袋鼠，比现在的大多了。还有跟老虎差不多大的袋狮，听着就吓人。甚至还有比鸵鸟大上2倍的巨型走菌。哦，对了，还有双门齿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袋熊，但它足足有2吨半重。好，现在我们调查的第一个关键线索来了，就是这个数字。你看看，当时在澳洲，体重超过50公斤的大型动物一共有24种，可就在人类抵达后没多久，你猜怎么着？23种啊，都灭绝了。你想想，24种里面23种都没了，这能是巧合吗？还是说这背后一定有什么？接下来，我们把镜头切换到14000年前的美洲大陆，这里的场面一点也不输给澳洲。巨大的猛犸象和乳池象在平原上漫步，还有一种叫巨型地懒的家伙，站起来有6米高，重达8吨，比大象还重。不仅如此，当时的美洲还有成群结队的原生马和骆驼，以及超级凶猛的剑齿虎和巨狮。这张图表就更直观了，它告诉我们美洲当时发生了什么。随着我们祖先的角度踏遍这片新大陆，短短2000年里，北美47个大型哺乳动物的属，注意是属哦，比种还大的单位就消失了34个。南美洲呢更夸张，60个里面消失了整整50个，可以说整个大陆的生态系统被彻底洗牌了。案发现场如此惨烈，那我们的头号嫌疑人到底是谁？你可能想不到，它是一种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当时正在以惊人速度向全球扩张的物种。我们来看看智人，也就是我们人类的扩张时间线。45000年前，他们已经掌握了高超的航海技术，成功登陆澳洲。16000年前，他们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走过百令路桥，达到了阿拉斯加。然后，你敢信吗？只用了1-2千年的时间，他们的足迹就遍布了从北到南的整个美洲大陆。这种扩张速度和适应能力，在地球生命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好的，调查到这里，案情开始清晰了。我们现在进入核心环节。这些巨兽的消失究竟是我们人类干的，还是另有其人？比如说，很多人会提出了一个不在场证明：气候变化。好，现在就好像是一场法庭对决。辩方律师说凶手是气候变化，你看，这是一个反复发生的自然现象。而检方呢，则指控智人，也就是人类，一个刚刚来到案发现场的新面孔。气候变化嘛，影响是全球性的，陆地、海洋都跑不掉。但智人呢，当时主要是陆地猎手。最关键的证据是，每一次大灭绝发生的时间点，都和人类抵达的时间点吻合的，简直是天衣无缝。其实啊，气候变化这个不在场证明根本站不住脚，我们来逐一击破。第一，45000年前澳洲那次气候变化根本不算严重。要知道，当地的巨兽们之前已经经历过至少10次更严酷的冰河期，都活得好好的。第二，如果真的是气候的锅，那海洋生物也应该遭殃才对吧？但事实是，海洋里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
灭绝事件的发生模式就像一个 GPS 定位一样，完美的跟随着人类迁徙的路线图，而不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年表达。既然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头号嫌疑人，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究竟用了什么凶器，犯下了如此惊天大案？是啊，这确实是个好问题。一群拿着石头和木棍的古人，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范围的生态灾难呢？他们又没有机关枪，也没有推土机。答案就在于他们有一个独特的作案工具箱，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其实就是3板斧。第一，专门挑软石子捏。大型动物都有个共同点，繁殖的特别慢，怀孕期长，一次也生不了几个。所以，哪怕人类只是偶尔捕杀几头，也足以让它们的死亡率超过出生率，慢慢走向灭绝。第二，打个出其一不意。你想，欧洲和美洲的动物之前几百万年都没见过人类，这种2条腿走路、会用火、会扔长矛的生物，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外星人。他们的基因里根本没有害怕人类这个程序，所以就成了活靶子。第三，也是最厉害的武器——火。人类学会了放火烧林，把茂密的森林变成开阔的草原。这样一来，不仅彻底改变了生态环境，还吸引来了更容易捕杀的食草动物。而且这还不是一次性的偶然事件。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其实是一种可以被反复复制的作案手法，就像一个生态连环杀手留下的独特签名。你看这张表，证据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了。无论是在45000年前的澳洲，还是1500年前的马达加斯加，又或者是仅800年前的新西兰，甚至是在4000年前北极圈里的弗兰格尔岛上，我们都看到了完全一样的模式。人类的脚印一到，当地的大型动物就迅速消失。这个模式一再重演，不容辩驳。不过，你可别以为这桩古老的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事实上，它从来没有真正终结。这股人类洪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在。我们可以把智人造成的物种灭绝看成是3波巨大的浪潮。第一波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由狩猎采集者扩张引发的，第二波是后来由农业发展、农民扩张引发的，而第3波就是由工业活动引发的，它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此时此刻，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也特别扎心。他说，远在工业革命之前，智人已经保持着一项记录，那就是在所有生物中导致最多动植物物种灭绝的生物。这句话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我们对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那种浪漫幻想。而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数字50%。你记住，这一切的发生都在人类发明轮子、发明文字，甚至发明铁器之前。我们的祖先仅仅靠着石头、木棍和火，就已经让这个星球上大约1半的大型陆生动物从地球上永远的消失了。50%这个数字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所以，这起横跨了数万年的悬案，调查到这里，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结局。陆地上的巨兽们已经成了历史的尘埃，那么海洋里的巨兽，那些鲸鱼、鲨鱼、海豚，会是下一个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身处在这第3波灭绝浪潮之中，而这次我们既是案件的调查者，又是那个手握凶器的嫌疑人。最终的判决会是什么？只能由未来来书写了。